我们 Facebook 上的网友真的很有创意，这个留言我非常喜欢。谁说的？来 ，Loken Hao 说哈，在玩孩子上课，直接上赛道，丝毫不delay。哇，用来形容今天我们的主角根本就是完美。今天我们的主角是谁？来 ，Mercedes AMG GLE 53 4MATIC Plus。完美的价格是多少？来，今天它的售价873,888块。哇哦，873,000，它表示什么？如果你记得本地贩售的 GLE CKD 的车型，大概是500千以内，400多千吧。这辆 AMG 53的车型，直接差不多可以买2辆，不到2辆啦，但是差不多了。GLC 加 GLE 刚好可以买 GLE 53哦。为什么这么贵啊？很简单，第一点。酷配造型，第二点 CBU， 第三点它是 AMG， 它搭载的是这个3公升直列6缸的双涡轮增压汽油引擎，输出的马力435匹，扭力峰值560牛顿米，0到100加速5秒可以完成，极速为每小时250公里，而且很重要一件事，它标 4MATIC Plus。4MATIC Plus 什么意思？1年1度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？当然是双11的购物节啊！双11的购物节千万不要错过什么？切身买的 A500S 行车记录器。这台行车记录器不要小看它，全马首款销售破100千的行车记录器就是它。10万台的销售怎么达成的？非常简单。价格不高，性价比超高，性能超高。怎么说性能超高呢？很简单，300多块的价钱，2.7K 高画质录音，而且还可以支援前后镜头拍摄。你说价值不高吗？300多块，行车安全、安全记录仪，这些多么重要啊！千万不要错过。所以为了庆祝这次10万台的销售，汽车买决定进行一系列的优惠促销，双11将会是 A500S 全年最低价格优惠哦，所以双11千万不要错过，最低价入手 A500S 就是这一天。还有什么？其实买也准备了总额高达27千的幸运抽奖给大家哦，奖品包括什么？1台 iPhone 15 Pro Max。2台43寸的小米电视机，3台小米的手持吸尘机，以及30颗 MyMore Watch Flow 智能手表给大家。所以还在想什么？双11千万别忘了汽车买 Shopee、Lazada Official Store 下单购买吧。就是说，它的四驱能力比一般的 4MATIC 还要更好。这个 4MATIC Plus 它标志的。不只是说我有一些的越野，800千的车拿去越野还有点怪怪的，但是它可以做到。而且第二点最重要是，它的 4MATIC Plus 可以让你更适应赛道上的各种极限操作。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之前 Subaru Forester 影片放在那边，在 Sepang Track 是怎么跑的，它的 4MATIC Plus 追求的就是这样的感觉。那个操控四驱的表现，哪一只轮的这个扭矩要更好，哪一只轮的控制要更好，这个 4MATIC Plus 会调教的更加出色。变速箱呢，搭配的是9速的自排 AMG Speed Shift 变速箱。再来就是轮圈，哇，这个轮圈你看它好像刚刚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车子太大辆了，这颗4颗都是22寸的横圈。而且后大前小，达到更好的掌控能力。所以它的配置，虽然我们要强调一件事，今天这辆只是小改款的 GLE， 它还没有大改款哦，但是它的整体，哇，给你的运动化配置是一个非常非常香的选项。3公升 Twin Turbo。真的赞了。再来就是它的造型，第一点，它当然维持了 GLE 原本的面孔嘛，该有的东西都有，但是加上了什么？就是直列式的水箱护罩，所以让它的这个侵略面孔更加强烈。然后 AMG 前面的保杆当然也是 AMG Line 的前调，所以整体的造型非常帅气啦。你看似像 GLE， 实际上它是非常暴力的 GLE， 而且它的厂徽也换了，下面是大猩猩，上面是 AMG 的 logo。再来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车尾啊，
酷贝的车尾线条啊，当然要嘛。人家的 AMG 是 AMG Line， 它的 AMG 是真的 AMG 的 batch GLE 53的 batch。车尾线条见仁见智啦。这个线条我觉得是不错，但是后面那辆好像更美哦。对，我觉得那辆的尾灯铺陈跟车尾线条打造，它比较有酷配的美感。这辆就很大，它真的很大，真的很大，不要开玩笑。就它让我想起以前的 Boss 的感觉哦，大家知道我在想谁啦。然后尾灯的光条其实铺陈的很漂亮，但是很明显，它还是有一点上一代的影子，就是那个就很明显是新一代，这辆很明显就是上一代。你知道年龄差距有在那边哦。下面的尾管呢，你看它双边双出哈，然后上面有刻 AMG 的印哦，它是真的双边双出，我没有开玩笑，它是真的双边双出的。虽然它没有直接接上去，可是它的尾管是双边双出的。好，尾门打开来，一样厂徽压下去，大辆的车就有大大的空间。GLC 尚可 ，GLE 真的很大。尾箱有什么呢？来，这里可以调 A suspension 的高低，可以让你上下货轻松很多。但是这辆车没有通电，所以现在调不到。但是它有这个 switch 哦，有哦，没有通哦。只是比较遗憾的一点，我们在 GLC 酷配看到后座可以一波躺平，今天这辆不行，因为是旧车了嘛。但是这个遮蔽帘我喜欢，它是这种硬的，而且是折叠式的设计，非常好。再来，下面打开，同样没有备胎了，对，没有了，就空间很大，没有备胎，就稍微遗憾一点点啦啊。对，48V 嘛，48V。好，我们来坐上 GLE AMG 的车后座。哇哦，第一点，看我刚刚把这个座椅调到稍微我的角度，就是比我的驾驶姿势再扩一点点，然后你看，超过3个拳头。头顶酷贝的线条的关系，还有一个拳头哎，所以你明显就发现到今天发布的2辆车，一辆是 GLC 酷贝，一辆是 GLE 酷贝 ，GLE 大了多少？看，这个就是空间优势啊！还有什么你知道吗？椅背，那辆是直的，这辆是躺的耶。所以你不要讲花800千，你拿一辆 CKD 的 GLE 400多千都好。我真的觉得那个吸引力哦，你看啊 ，GLC SUV 300多千 ，GLE 虽然说是上一代的400多千，但是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舒适。其实你回归到 Mercedes 的轿车都好 ，C Class 空间还是局促一点点。你真的要家用哦 ，E Class。Perfect 啊，是不是？来，空间的部分我们再继续说哦。隆起不高了，因为本身车身高，所以你即使有 4MATIC， 你的隆起也不会很高。再来，后面有独立恒温空调 ，GLC 没有哦，独立恒温空调。下面还有 Type C， 你看旧的有 Type C， 大改款反而把 Type C 拔掉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再来看旁边也是有 Burmester 的音响系统，是我的错觉吗？GLC 大改款。比较不硌一点点，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硌。但是 GLE 是很滑的耶，这完全是差别待遇耶。我不懂宾士的车主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，就是你的 Burmester 的喇叭都很硌手，但是 GLE 不会哦，它那是很好摸的耶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来，座椅的部分，座椅的材质非常好，皮革是柔软的。这个皮革价钱肯定不一样，再加上 Alcantara 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是 Alcantara， 但是这个材质一般上我们叫做 Alcantara， 然后有透气孔，还有分段式处理，哇，座椅的椅背的角度、头枕的质感都很好，真的不同价位不同感觉啊。然后拿下来2个自杯架，只是你没有的伸缩，整体的铺陈真的是有 E-Class 的 standard。再来，天窗面积也比较大。上次试驾的时候我好像有说过，就是我撞到脚了。我上次试驾好像是 GLC 酷配的时候，好像有说过，这个
车侧踏板啊有点激了，就是因为你车身其实没有很高，你不到 pickup truck 那种高度，可是你放个踏板，你就上下车你会踢到它，然后其实你又不是真的要踏它，所以真的是有点尴尬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讲它的内装，第一点 ，screen 很明显看起来就是上一代的面孔，但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。再来，我们说座椅，哇，这个座椅的。它给人一种很bulky的感觉，很厚实、很饱满、很粗壮。但是你即使这么bulky的座椅，你都不影响你的车室空间诶，这点很厉害耶。所以当然好坐 ，AMG 的座椅当然好坐，而且驾驶盘小改款之后有改新的造型哦，然后什么配备都有，有 ACC 跟车这些安全配备全部都有上去，然后换挡拨片也很好按。所以这个是新的，这是全新的造型的了，只是这个是旧的。你问我旧的仪表跟中控荧幕，我会嫌弃它吗？其实我不嫌弃，太大的荧幕，好了，大家很喜欢，但是这个我已经觉得 more than enough 了。来，下面碳纤维的式样，冷气出风口漂亮，操作漂亮，收纳空间我也觉得不错。这个地方是我一直很喜欢的设计，可是大改款之后就把它拿掉了，所以这辆车重点呢，还是就像开场那位网友说的，载孩子上赛道无缝连接，就是你要家用的时候，我已经给你看它的空间了，非常家用。你要 on track 转弯进十帮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没有 track day 的时候就有点不好意思啦哈。包场是包场吗？欢迎留言给我知道，也不要 subscribe 我们 channel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